聚散云不定，怎奈余生流离，宿命的掌心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我的真秘，只身闯入棋局，落自无悔意。纵然这一生枷锁困我囚我，此生都经过，无畏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枷锁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嘱托，以星火淬炼成我，不去等复活。木夏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李江寒，你为什么要寻死啊？李江寒，李江寒，在下李江寒，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我姓穆。魏明先生，这是在给我们点燃希望。如果正略得到书中姜昆想找的那个人人路不拾遗、无阶级之分的桃花源，自会到来。虽然姜昆心目中的桃花源很难达到，可如果写书的时候也有所顾忌的话，与当下又有何区别呢？我就应该像姜昆那样，拼尽自己的全力，为寒门弟子谋一条生路。行科举。国之根本在于人才，寒门俊彦因门第之限，报国无尽，此乃国之憾事。唯有广行科举，朝堂可增治世之能，民间一生崇学之风，天下寒士必竭忠尽智，报效大齐。此事体大，容后再议。退朝。儿臣冒死再见。科举之行废，非毒塞贤路，实伤国脉。士卒做大，则王权旁落；寒门郁结，则民心生变。若不以科举破门阀之故，长此以往，龙庭失意，必然伤及国本，扶起父亡。允行科举，广收贤才，以定社稷。天寒地冻，四殿下还是请回吧。四殿下跪了这么久，主上不会一时心软，真的答应行科举吧？嘴上说的挺好听，我看他是狼子野心，想要争权逐利罢了。
我父王才不会答应的。二殿下明鉴。他还在外面跪着。是。主上，这外面天寒地冻的，您还是让无暇先回府吧，别再冻出病来了。又不是寡人让他跪的，他要跪便跪，冻死了拉出去埋了便是。左相，你看，娘娘宅心仁厚，怜惜四殿下，实事难得。不过微臣倒是觉得，主上说的对，他想跪便跪着，不必理他。为何？娘娘，四殿下是为了开科举一事而跪，他这一跪，置主上于何地？因李娇寒之死一事，现在民怨四起，大批寒门学子要顶乡祈愿开科举。若是让他起来，便相当于同意开科举。可开科举一事，兹事体大，世家必会反对。不如将那些闹事学子处理掉，以安世家之心。只是主上，此事是否要秘密进行？毕竟，北院使团还在，咱们大齐不能让他国看了笑话。线下有人作怪，民众积怨闹事，确实难看。可若开了这科举，各世家必会联合反对。若是再联合上书，恐怕主上处理起来也会十分棘手。寡人的天下，还怕他们几个世家不成？联名上书，又能奈我何？主上恕罪，主上开疆辟土，征战四方，未尝败绩，是臣失言了。那是。这科举寡人就算开了，他们凭何反对？区区几个世家纨绔，又能算得了什么呀？是。不过世家也盘踞多年，那叶爱卿此事有何良策呀？不如让世家重臣和四殿下一起担任主考，再将招保名额严格控制，这样既保全世家脸面，又不至于寒天下人之心。主上以为呢？甚好，还是你思虑周全。传寡人旨意，明年春节之后便行科举，主考官便由秦勉和四王子穆无暇担任。你呢，就给寡人做一个监考官。臣遵旨。热闹也看过了，走，喝花酒去。殿下，那怎么出来个人啊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国之昌盛，系于贤才。兹定于元日后开科举，四王子穆无暇，尚书令秦勉领任主考官，着左相沈在野督察考场诸事。钦此。殿下。焦寒兄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在天之灵可有看到？相爷，一切都在照咱们的计划推进，分毫不差。主上要开科举，四殿下为主考官，尔等分东西南北各路传此谕令，务必要扩散至偏乡僻壤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此番得开科举，须让人知晓，是四殿下亲贵殿前，与白衣共沾风雪争来的。本想要天下不义，悉数化为他的甲胄，让那群世家老臣看看，什么叫逆袭如潮。焦寒兄，
明年就要推行科举了，你若在的话，定是帮手。是穆无暇的坚持和你的死才有的这一天。你要是还在该多好。我早该去跪的。我应该早点。无暇，无论是我的父亲、你的母亲，还是李娇寒，他们都不会白白牺牲。这一次，我们定要清除积弊，开创新局。穆无影，看来本宫如果不来这一趟督促你，你是断然不会对你的兄弟下狠手。如今穆无暇威望愈盛，怕会是我们未来路上一大阻碍。阿华，我可以跟你解释，老四他差一点。本宫不爱听解释，况且你也不止穆无暇一个兄弟。对不起，是我优柔寡断了。本宫只要你答应，这一次本宫安排的一石三鸟之计，绝不可失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阿华，阿华，我在北院等你的好消息。三郎，这次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这科举之事，竟真让他们促成了。父亲息怒。当李娇寒被人挂上贡院牌坊那一刻，此事已然注定。到底是谁把他挂在那里的？难道是四殿下？不会，他心慈面柔，做不到如此绝情。那会是谁呢？沈在意。此事倒符合他一贯行事作风，但我不明白的是，他为何……是他也好，不是他也罢，科举这口子一旦开了，恐怕就会像黄河决堤，再想拦就拦不住了。圣旨已下，科举定然要开。家主，三殿下邀大小姐过府一叙。请。这局棋走势焦灼，看来殿下也在为科举一事烦心啊，何不联手？开科举一事已成定局，若想在此局中转败为胜，还需清除障碍。殿下和我孟家目标一致，沈在也。穆无暇。有你相伴，这次定不会输。殿下，贤子旁落，并非善用其物。我定会物尽其用。
见过大小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科举在即，自是来拜见叔父，请教学业。请教学业。孟怀润，你那9册怎么来的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上次有那个穷书生，这次科举你能求神？我劝你还是早早放弃，莫到了会试自揭其短，丢我孟家脸面事小，落个欺君牵连家族事大。这就不劳大小姐操心了。他日我若重视在榜，孟家早晚会迎我进门。告辞。蠢人多作怪。派人盯着他。是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来征春阁了？征春阁似乎有什么动静，里面莫非藏了人？没有。有没有人？我看看就知道了。相爷说了，不许小姐进入征春阁。为什么？总之，小姐若是想进入征春阁，必须要得到相爷的首肯。我哥？哦，你想害我？啊？我哥他看似一切正常，但只要我跟他提到江桃花的事，他一点就炸。相爷最近忙于科举监考的相关事宜，心力交瘁，确实是脾气暴了些。那倒是，我是听木无暇提起过。好吧，那我还是少给我哥添些麻烦吧。别跟着我。哦，大小姐还算好糊弄。这个战卢还想糊弄我，本小姐倒要看看你搞什么名堂。青檀，他不是跟江桃花一起失踪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他这是要去哪儿？不行，我得跟上去看看。这怎么好像是去三殿下府的方向啊？谁？青影小姐，青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偷偷跟你来的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那江桃花呢？她也活着吗？啊，嘘，这边走。公主，江桃花，你真的还活着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会在三殿下府？你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哥都不让我提起你，战卢还说我哥是因为公事忙才发脾气，可我知道他是为了你。沈相知道我在三殿下府。什么？我受伤醒后，神思错乱，许多来到大齐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。公主，你还是没想起来吗？公主，你要不还是跟我们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青檀，听我的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若是三殿下知道你还没死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的命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，快走吧。啊，青檀的命？青檀，你受伤了？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算那奸相良心发现收留了我，我只是担心公主的安危才来的。哦，那就好，但先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你能不能先管管我哥？你知不知道我哥想你想都快疯魔了？哎呀，其实自从你坠崖失踪之后，我哥的状态就一直不对。一开始只是整夜的坐在征春阁里喝闷酒，要不然
就是在房间里发呆望天，经常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跟旁人说。现在更恐怖了，每天不眠不休的工作，饭也不吃了，觉也不睡了。相爷，您一整天都没用过饭了，多少吃点吧。旁的人都说，他是为了科举一事劳心劳力，可是只有我知道，他是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想起你。沈在野，你这样又是何苦呢？梦儿姑娘，这是三殿下特意吩咐送来的干果。代我谢过三殿下。是，那小的就放在这里了。哥，我听战卢说，你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东西了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回去吧。你都饿瘦了，反正我不管。我准备了这么多吃食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要都吃完啊！我走了。当你转身后又是雨，忐忑的心越亲密，越是藏匿。思绪总在想你的夜里，越欢喜越害怕失去。你的眼睛如满天繁星，清澈而透明，倒映着天地，因为有你皆是风景。暖暖初心，狂风吹不息，写下相思真迹。就算会分离，也在所不惜，生死相许。那些最简单平凡的朝夕，却是我的梦境。一日三餐总相依，互问俗世语。那些回忆在岁月中栖息，长夜如许，慢慢两颗心都有了感应，翩然无情。莫尔姑娘，殿下来了。猫儿见过殿下。清风说近日天气寒凉，猫儿姑娘不愿意出屋了。你这身体如此娇弱，不知以后还可否继续为本殿下效力？自然可以，还请殿下吩咐。我要你去见沈相。见沈相？沈相近日公务繁忙，他好像已经对你没有那么上心了。殿下，不瞒您说，自从您上次告知我真相后，我便暗自发誓，绝不让沈相再有机可乘。所以，若他如今是这样所想，那岂不是正好？我知晓你对他心怀恨意，想要极力撇清关系，但此一时彼一时。沈相如今为科举一事劳心劳力，我身为王子，
自要关心丞相。我左思右想，还请梦儿姑娘多去见见丞相，让丞相能够劳逸结合，你说对吧？锦绣楼冬日的瑶池玉露羹素来不错，你去带我宴请丞相吧。殿下，您可是想要打听什么？只需让丞相多见你便好。是，梦儿明白。贤子虽偏，却正压着沈在野整盘棋的眼位。难不成是让我去牵制沈在野？我不能白白让他坐收渔翁之利，得想想办法。姑娘里面请。墨儿姑娘，殿下特地吩咐，务必对沈相温柔小一些。毕竟这阵子，您要常伴他左右。知道了。以免沈相疑心，我在巷口马车候着。姑娘如有需要，让小厮唤我即可。嗯。特意派清风盯着我，看来这件事对三殿下意义重大。如此，我便更不能听之任之。焉知他和吕后又有何图谋？既知他们的目的是让我牵制沈在野，那我必得反其道而行之才好。在想什么？沈相，青苔这阵子在相府多有叨扰，给沈相添麻烦了。无妨，不过他恢复得很好，有战卢日日夜夜的照顾着，你可以放心。青苔跟随我多年，一直都是他为我担心。如今我终于能体会到他的心境，当真是牵肠挂肚。既然如此牵挂，不如随我一起回相府。沈相，青苔的身份，还请多加保密。毕竟在他人眼中，青苔已是个死人了。如今你我只有青苔可聊吗？长诀重要，青苔也重要，可是唯独你忘记的那个人不重要。沈相可曾想过，即使青苔醒来告诉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可能也不过是像听别人的故事一般，无法感同身受。这世间唯有情这一事，无法强求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，三殿下会担心。梦儿姑娘，梦儿姑娘，请留步。下次再见，是何时？我好不容易得到三殿下的信任，若无重要之事，何为重要之事？青苔，还有吗？没了。沈相，我们就此别过。
沈在野，你我立场殊途，注定是错付一场。不如借此契机，纠偏归正，各安天命。江桃花，为何你要如此决绝？难道往后余生，我都只能看你一步步的走远，永不回头？我们到底还是行差踏错之子？喝了这绝别酒，今生今世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天下女子那般多，何苦与我过不去？你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江桃花，如果是我后悔了，悔我当初没有信你、护你、爱你，你可愿回头看我一眼？相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您这段日子一直为科举的事情操劳，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相爷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天下的好女子这么多，你……沈相可曾想过，这世间唯有情一事，无法强求。初时那悠悠口下的关，无人将梦情在转。沈在野，你不是落水，不必自悲欢。我不是长亭，不能将水攀。莫怪多情却着离送严寒，都不敢。谁曾想本是独自寄沧海的一场劫，却做一落人间的一场缘。却有天涯无方数可容一些，你从未愿，而我无怨。谁曾怜何人？江桃花，你既已选定独行，我便不会再强迫。但你选的路太难走，我定会在你身后护你。殿下深谋远虑，主上只派秦尚书担任考官。二殿下与秦家走动的比以往更深，毫不避讳。我那二哥贪财好利，才疏志大，如此一块肥肉摆在面前，岂有不沾荤腥之理？殿下，下一步该如何？你不该问我们该如何，而是我二哥下一步会如何？自然是想法子将考题卖出去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派人盯紧他的买主，时机一到，买主便会出来作证。如此，便只有人证，物证却难以保留。父王不会轻易给二哥定罪的。
我听闻你们孟家此前曾请工匠，在区区一枚果壳表皮上，刻出了我玉京的街景图。不如孟姑娘将此工匠推荐于我二哥，可好？殿下好谋略，我这就去派人找工匠，定不会让二殿下失望。此鸟名声甚是烦人。好一个一石二鸟！清风，我记得那考场里也有2只鸟，你再去替我办件事。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便知，正中间黄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且中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，还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，就算要将此花赠予。窥视爱恨只能一掷，花枯萎破败心事，再无需告知。怎奈还疯狂地想他。情压，紧握